我们刚刚到蓝邦，一路上给我的感觉就跟怡保有点像。我的50铢的面来了，蓝邦最狂、最便宜餐厅。看一下我们点的菜。这里超多公鸡丸，哈哈。南方的马车体验。其实我发现他们这个买火车票真的可以来现场直接买。比如说我们今天买到蓝邦的车票就是23块9点半的这一趟，我们是提前了差不多40分钟到这个火车站，其实提前半个小时也可以，就直接来到这个售票处，任何一个窗口都可以买车票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上午要坐的这一趟408 9点半。其实呢，清迈这一个站就是泰国北部最后的一个站了，再往北像是清莱啊这些都没有火车了，所以清迈算是一个终点站。哇，今天又来了很大一批游客抵达了清迈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坐上了这个火车，它要9点半才出发。然后现在这个火车上几乎是没什么人的，就人很少。本来我们这个票是没有位子的，现在就是刚才那个乘务员就帮我们安排了一个位置，让我们坐在这里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复古火车还挺干净的，就真的很复古。虽然是复古，但是它不是那种不干净啊，或者是其他什么的，就我觉得还蛮干净的，环境也很好。它虽然没有空调，但是它有风扇，坐在里面也不会太热。早上的清迈火车站，阳光刚刚洒进来，我们搭上了一趟开往蓝邦的小火车，没有抢票压力，没有行李限制，只有一张23泰铢的纸质车票，一台仍带着岁月痕迹的绿皮列车，铁皮座椅，嘎吱作响的电风扇，可以推开的窗户，没有空调但有风，没有冷气但有虫鸣鸟叫，还有铁轨下那熟悉的哐当哐当。窗外是缓慢变换的北部高原风景，芒果树、稻田，静静看着风景从车窗流过去，像极了小时候夏天坐长途车的感觉。现在我们已经坐了1个多小时了，现在11点。它其实每经过一个站都会停，它这一趟算是慢车吧。它首先经过的前几个站比较多人到的地方就是那个南奔，其实南奔跟南邦只有1个字相差，但是是2个完全不同的地方。所以大家在买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你到的是南奔还是南邦。像是我们到蓝邦的话，就还得坐一会儿，要远一些。这趟列车很慢，但因为它慢，才有时间去跟对面的大叔聊聊天，看着窗外景色不停变化，听着轨道的节奏一路前行。它不是像在带你赶路，它更像是在告诉你，不要急，生活慢一点。
我们刚刚到蓝邦，然后在这个火车站外面打车去我们今天晚上入住的酒店。我们明天是到彭世洛，然后我刚才问工作人员，他让我明天直接过来买车票就可以了。现在打到车了，司机马上过来接我们。我原本以为蓝邦很小很难打车，结果还是有。我打的是 Bolt。终于，我们现在已经入住了蓝邦的酒店。其实从清迈坐火车过来，我们坐的那种是慢车，大概要2个多小时。早上9点半坐到中午12点到达了蓝邦。其实这个地方呢，比我想象中的要好，因为我想象中以为它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，其实它刚才一路上给我的感觉就跟怡保有点像，很多那种中文字，我猜这里肯定有很多就是华人在这里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带大家来 room tour 一下我在蓝邦住的酒店，虽然说只住了1晚，但是我现在觉得还挺满意的，带大家看一下吧。这个就是整个房间，其实还算蛮大的，而且刚才老板给我升了个级，因为我们订的是2个单人床，然后它变成了一个大床和一个单人床。进门这里有一个小冰箱和一个衣柜，可以放衣服，放一些物品。然后这一边就是一排桌子、电视，可以在这里办公。看一下卫生间，还不错，很干净哦，干湿分离的。其实床上真的还算蛮不错的，我刚刚检查了一下，很干净，而且这个床，这个大的这个床应该是1.8米的，不错不错。还有一个小的这种单人床，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家庭房吧，比如说2大1小就可以住这种房型。其实呢，这个房间还有一个小阳台，带大家来看一下阳台。哇哦，看一下窗外的风景。我觉得真的还不错耶，很宁静，很惬意。其实蓝邦真的算是一个很舒服的城市。那这次呢，我们在蓝邦虽然只停留1晚，但是今天的行程还是排得挺满的。然后我们马上要去吃饭，然后下午去逛一下蓝邦一些很有名的景点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那我现在出发啦！带大家看一下这个酒店1楼的休息区，其实环境还算不错，我觉得。那现在呢，我们从我们酒店打车去吃午餐，吃午餐的地方就在鸡公博物馆，鸡公博物馆外面，所以我们吃完就去参观博物馆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一家吃面的小店，它其实就在鸡公馆博物馆的路上，其实离它很近啊。本来我导航的是另外一家，也是在这附近，但是呢，刚刚来的司机不知道，导航还是定位错了，就把我们送到这里来了。但是我看这个 Google Map 上，他家也有4.6分，所以来试一下吧。来都来了，看一下这个环境，非常的当地。几乎是没有游客的这里，然后这一家主要就是吃面啊、粉之类的，它的菜单很简单啊，只有这些。我点了这个看上去像宽粉一样的，还有鸡蛋面啊，我的面来了 ，Thank you。它每一种从20到50不一样的话，就它应该就是那个量不一样，大小 size 不一样。我的50铢的面来了。
般他们吃这种面都有一些像这种菜，我真的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，反正就弄在碗里就对了。还有豆芽菜，全给我倒碗里，像粉条一样。里面有一些猪肉，还有小小的那种猪肉丸，味道挺浓的，可以。居然还有牛肉，我以为全是猪肉呢。我感觉就是有点像团面，这个方便面，挺香的。你也可以只点20铢的，点不一样的来尝几碗。我们点的就点了一种50铢。大致那种团面。走吧，我们现在往博物馆去。其实，在这一条路上几乎是没有人的。南方真的很小众，明明是去景点，但是路上一个人都没有。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那个公鸡碗博物馆。刚才工作人员跟我们说要下午2点钟才开门，然后这里也可以看到它有那个时间表，而且包括它一些英文的讲解，像是英语的导游，就是每个整点，几乎是每个整点开始。那我们先去前面有一个卖它的那种陶瓷制品的一个店，我们去看一看。我们现在在它的这个商店看了好多那种公鸡碗，还有盘子，各种各样的杯子，而且还挺好看的。可惜就是不好带上飞机，就我们的行李真的不好带这种，不然我肯定要买几个。这3个这种鸡公碗是540铢，其实还是蛮贵的，差不多算下来一个要20多、30多一个。咖啡杯，这里超多公鸡碗，哈哈，像这种装调味料的小罐子，它是936，还真的有点贵，看还是好看。发现这里还有一个超大的公鸡碗，里面有那个面条。这个是不是鸡公碗的创始人？应该是吧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买到了这个博物馆的门票，是100铢一个人。然后我们在这里等2点钟的，有一个英文向导会带我们去参观。说起蓝邦鸡公碗的来历，其实背后有段传奇的故事。鸡公碗发源于中国。1957年，广东客家人陈森玉来到泰国蓝邦，在蓝邦发现适合做陶瓷的高岭土。1965年创办塔拉摩里陶瓷厂，自己盖龙窑、烧碗、画图案，把中国潮汕客家的传统图腾带进了泰国家庭。那只鸡象征勤劳起家，芭蕉叶、牡丹花代表富贵吉祥。
这个碗红遍全泰国，甚至出口70多个国家。现在他的后代还在做，而且每天只手工画几十个。他的陶瓷产现在变成了南邦最有文化味的博物馆。哇，经常在港剧还有电影里面，香港电影里面看到的鸡公碗。鸡公碗看似简单，实际制作要经过超讲究的工序。那批师傅用手工或模具做出碗的基本形状。传统鸡公碗，碗口要微微外翻，厚度刚刚好，拿在手上很稳。接着晾干修边，风干一段时间之后，手工慢慢修边、刮平，每个角度都要处理得圆润光滑。重头戏来了，鸡公、牡丹、芭蕉叶全部都是手工画。画完还不能急着用，要上釉，再进大窑高温烧到1200度。烧完之后，碗面就会变得温润透亮，图案也永不褪色。好大一个鱼丸，看没有？OK， 我们现在已经参观完了这个公鸡博物馆，我觉得还是值得来看一看的，因为它有专门的讲解，就是有分英文讲解跟泰文讲解，然后它带你参观一圈，包括那个鸡公碗的历史，还是值得去看一看的，我觉得。而且它门票其实还是挺便宜的，100铢，可以用这个门票去它的咖啡有折扣可以用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怎么说呢，人很少，本来是一个咱们中国过来的一个传统的记忆吧，但是几乎是没有中国人在这里参观的，而且他的那个导游也没有说中文，应该是中国游客很少的原因，并没有开设中文导游的讲解。希望大家如果来到南邦的话，可以去参观一下这个公鸡碗。我觉得大家肯定很熟悉，因为在港剧啊、电影场景里面经常会看到这个公鸡碗，在广东和香港那边就特别多。那好啦，我们参观完这个地方，要去下一个目的地啦。大家，我们现在来到了南邦博物馆，然后在参观博物馆很有趣，1楼那里就坐满了，就是应该是学校的活动嘛，就全部小朋友坐在那里。然后我们上到了2楼过来参观，它其实就在门口，就是1楼有一个专门接待的前台，它会让你填一下一些简单的个人信息，然后就可以上2楼过来参观了。南邦真的到处都是公鸡碗的标志，他们的标志是不是就是公鸡啊？南邦博物馆不大，主要展示泰国北部南邦府的艺术产品、考古文物、民族工艺与民俗文化。来马车之城要坐一坐南邦的马车。我们来体验一下南邦的马车，它这个马车其实是按时间来收费的，但是你也可以跟他讲价，也可以给他你想去的目的地，看他怎么
来收费。比如说我们要去那个青来寺，去青来寺的话1.3公里，他要我们300铢，那我们就给他讲到了200铢。其实200铢也算蛮贵的，因为打车的话只要对还不到100铢哦，打车的话只要70-80铢就到了。体验一下。在蓝邦，马车不是历史宅男里的摆设，而是真实行走在路上的时光机。蓝邦被称为马车之城，是泰国唯一仍合法使用马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的城市。起源可追溯至20世纪初，这一传统交通方式延续至今，成为蓝邦的城市标志。来蓝邦坐马车游古城，感受复古小城的独特魅力。它的价格有写300、400、500，看不出来我们是入马车，因为马在前面。其实蓝邦真的很安静，很小众，就是街上没啥人。对，而且游客很少，一般来这里的游客都是欧美游客比较多，很少看到中国游客。蓝邦的马车体验。别只知道青莱白庙，其实蓝邦也藏着一座超梦幻的白色佛寺，整座寺庙洁白素雅，搭配镜面装饰，简单却很有质感。是蓝邦少见的现代风格佛寺，安静好拍，推荐路过顺便来看看。大家，我现在在一个2楼的平台。其实我们今天晚上吃的这家餐厅呢，就是一个吃泰国北部泰北菜的一个传统的餐厅，而且它在 Google Maps 上有2000多条评价，分很高。大家称呼它的中文名字叫蓝邦最狂最便宜餐厅。它的环境就是这样子，非常的复古。我们现在所在它的2楼。哇，我们的餐已经上来了，而且我不知道它的量有这么大。虽然说它一份就50、70，很便宜，我以为它的量很少，结果很多，真的超大一份。看一下我们点的菜，其实有点太多了。这个是茄子，这个是一个卤水拼盘，还有一个炸的鱼，这个是脆皮烧肉，还有个冬阴功。哇，给大家看一下它炸的鱼，真的卖相就很好看。炸得很香。上一点。还有一个酱飞炸。好吃。不愧是蓝邦最狂最便宜美味餐厅，这一餐很好吃，性价比很高，而且还能一边吃饭一边看夕阳。吃完晚餐，慢慢走在回酒店的路上，偶遇一个藏在夜色里的小市场。微黄的灯光下，是一摊摊摆满新鲜蔬果的小铺，
城市的烟火气悄悄扑进心里，温柔又真实。现在呢，我人已经回到了酒店了。其实今天想跟大家说一下，今天我们在南邦的感受，就是南邦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景点，对游客来说，很少看到有中国人在这里，大多数都是欧美游客。然后它就是比较安静，我感觉就跟我之前去马来西亚的怡保的感觉差不多，就很悠闲，很惬意的一个城市。可能它周末人会多一些，因为听说它周末有一个周末夜市。那今天晚上我们在南邦吃的那个晚餐呢，其实我非常推荐大家，如果来南邦的话，一定要去那家真的是便宜又好吃，而且它分量很大。我们点的那样一桌子菜，大概5个菜，然后是花了300多铢，算下来不到70块，我觉得非常的划算。OK， 那我现在呢，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之前不是在清迈待了1周多吗？买了一些东西，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空手离开清迈。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清迈的购物到底买了些什么。看到了吗？第一个就是这个 Good Goods 的竹编织包，它很热门的就是那个竹篮，那个叫什么菜篮子。但是我觉得那个我要是买回去的话，我平常可能用不到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一款。它是一个新型的一个包，而且它挺大的，还挺能装。它其实有小号啦，我当时第一眼本来看的是那个小号，但我觉得那个不太实用，我就买了个大号。哦对了，这个大象也是 Good Goods 的，我觉得这个颜色跟我的包很配。然后打开的话，里面还有一根带子，可以挂上去，然后斜挎，手提也可以，斜挎也可以。这个包的话，算人民币的话是200多，然后再加一个这个大象我忘了多少了，好像几十块吧。下一个是我在清迈周末夜市上淘到的牛仔包，就是这个牛仔包。这样一打开呢，还是有2层，就是还是挺能装的。前面这里还有一个小包，然后后面这里也有一个小包，这样。它这个最短的话是收起来是这样子，背起来的话大概就在这里。除了这一个的话，还买了一个牛仔包，这个牛仔托克包，这个包就比较大一点，但是也很好看啊。它是长这样，这2个牛仔包在夜市上的价格都超便宜，大概是189铢，超便宜，30多，接近40块一个包。它可以选的款式还是挺多的，我在那淘了半天，真的，再不走的话又得多买几个包。但是我觉得大家如果在清迈购物的话，还是要理性一点，因为有一些风格的衣服或者包包只适合在清迈，你离开了这个城市好像就没有那个氛围，你回到你原本的城市，可能你就没有心情或者是没有那个想法再拿出来穿或者是用。OK， 再来一个就是还有一条裤子，这个就是我在那个 JJ Market 买到的裤子。它那家店其实都是做的牛仔拼接之类的，它除了裤子以外还有包包啊，都是牛仔布拼接的，我觉得很特别，因为它的每一个款式它只有1件，它是走的一种环保的理念，拒绝时尚的浪费。这个就是一个拼接的裤子，我觉得很特别，而且我买了过后，老板说只有这一条，刚好回去冬天的时候可以穿。它的价格，老板跟我说的是1400铢，然后我跟他砍价砍到了1200铢。OK， 这就是我在清迈的购物分享。
那我们明天准备从南邦这里去彭士洛，明天上午呢，我们就会去坐火车。现在我们打车去火车站，我们要前往彭士洛了。然后昨天晚上，其实我们住的这个酒店整体来说还是蛮不错的，除了就是有一点就是它半夜偶尔会有那个狗叫声，因为我发现他们好像每家每户都有养狗，所以我昨晚上睡不好是因为偶尔听到有一些狗叫声，但是它的其他方面我觉得还是不错的，而且它才150多一晚。现在已经买到这个车票了，是12点出发，大概下午5点多会到。这个车票是2个人一共是96铢，每个人是40多铢。但是呢，这个车其实它上午还有班特快车，大概是10点41分出发，大概下午2点多钟到。这班车的话，一个人是300多铢，会贵一些。但是呢，它应该是个空调车吧，而且是个快车。但由于刚才我们买票的时候，它已经没有2个连在一起的座位了，所以我们还是想体验一下，就是这12点钟的这班慢车，大概5点多到彭士洛。那现在离我们出发呢还有2个小时，现在是10点，火车出发是12点。我们打算再逛一逛南邦，就在火车站附近再转一下。我们现在火车站就是旁边一个餐厅吃饭，因为我们刚才看了一圈，就是火车站这边所有的这种小餐馆，它基本上都是早上5点，然后到上午的10点半就已经收摊了，中午的时候几乎很难找到有吃饭的地方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是一直营业到上午，然后下午几乎就不营业了。然后这一家的话，好像是吃面这些，还有云吞这些。然后刚才那个老板也会说中文，其实我怀疑他是不是以前华人过来的，因为听说这边还是有很多华人在这里。这份就类似那种炒面的，上面有猪肉干的这种炒面，然后他点的这个是云吞。小小的一份炒面，其实这个量我觉得我自己是够了的，因为它一份好像是50铢。就是那种酱油炒面的味道。老广的做法。面有一点那种碱味，其实有点像云吞面的那种面体，我觉得应该就是同一款吧，那种真的很广式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咖啡摊这里买一杯咖啡，因为我们又不敢走太远。因为我们身上还背了很多东西，所以只能在附近逛一逛。现在在这里买杯咖啡，这个咖啡其实挺便宜的，都是40铢或者50铢，10块钱左右的一杯咖啡。我买的这杯是椰子咖啡。我刚刚点的这个椰子咖啡巨甜，又忘了让它少甜。本期影片到这里结束啦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彭士洛见，拜拜。